一提到泰国的椰林树影、水清沙白，很多人浮现的是普吉岛、皮皮岛的画面。几乎没有人知道，在繁忙喧嚣的曼谷旁，还有一座藏在时间缝隙里的海岛。这里不是热门打卡地，却有原始的海风、柔软的沙滩，还有最纯粹的慢生活。今天就跟我一起出发，探访离曼谷最近的秘境海岛西昌岛。从曼谷的 BTS 伊卡麦站旁的东部巴士站，乘坐前往士拉查的大巴，到达士拉查后打车到莱岛码头，乘45分钟渡轮即可到达西昌岛。去西昌岛的码头在离海岸不远的小岛上，由一条公路桥连接。岛中的山上建有寺庙，是当地居民观看落日、休闲的好去处。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船票单程60泰铢一张，约2小时一班。买票的时候最好确认下最晚一班回程时间。也有快艇去西昌岛，但价格贵，也容易晕船。有很多游客专程从曼谷开车过来游玩。码头上有座外形独特的福岛风景海鲜餐厅，据说味道不错。2层的渡轮每天运送西昌岛的居民和游客往来。渡轮航行的曼谷湾，因为是内湾，海面平静，船只航行平稳，基本上不用担心晕船的问题。吹吹海风，看着游轮渔船来来往往，很快就到达了西昌岛。码头边上一座像是灯塔，但上面却是座中式的阁楼，感觉像是某些游戏或者仙侠剧里的场景。西昌岛虽然不大，但岛上的景点分布在各处，并不适合步行游玩。在码头直接包一辆3轮车环岛游玩，是最省时省力的。500泰铢一天，带你玩遍西昌岛各处经典的景点。
靠近码头的是全岛唯一一家 7-Eleven， 可以在这里补充些物资。今天的向导是这位编号99号的大叔。虽然大叔不懂英语，沟通有些障碍，但泰国人特有的松弛和热情，也为今天的旅程带来了更多惊喜。第一个景点佛陀足印在山顶，上山的坡度陡得一度让我觉得三轮车要罢工，好在最后有惊无险。车子停的位置离山顶不远，不需要太多体力就能登顶。泰国王拉玛五世的弟弟从佛教发源地带回佛陀足印的复制品，把它放置在了西商岛北边的山顶，靠近渔村，方便信徒前来祭拜。这里也可以俯瞰整个西商岛的美景。山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垒起的石堆，像是藏传佛教的玛尼堆。山下正在修建一个蓄水池，储存供全岛居民使用的淡水。从山上下来就是第二个景点石本头公庙。传说郑和下西洋时，途经西商岛海域，遇上了风雨而迷路，船员发现一道白光，在其指引下得以上岸。他们找到了发光的山洞，原来是一块石壁反射月光而发出了白光。船员们感念石头公的帮助，于是在此修建了寺庙祭拜。寺庙有台阶可以上去，台阶旁还有一个小型的登山缆车，运送货物和游客。寺庙中供奉着南海观音和妈祖、八仙等佛像，吸引众多来自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华人来此祭拜。之前坐的轮渡船上，很多乘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贡品，就是专程来此。山顶山洞里的石本头公贴着满满的金箔，可见香火有多旺了。
也有方便华人信众的中文接待。比较少见的是，这里还有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和前一个佛陀足印的景点一样，这里也可以俯瞰西商岛。逛完也到了午饭时间，用谷歌地图找到了一家评价还不错的小餐厅，可以让包车直接送过去。餐厅位置就在码头边的小巷中。吃点当地海鲜简餐，价格便宜，海鲜也很新鲜。只是濑尿虾不是新鲜的，应该是晒的虾干再泡水制作的。接下来的景点位于岛的背面，有着悬崖和蔚蓝的海水。水泥铺建的海景大桥一直延伸到海岸悬崖边，非常适合拍照。水边的石头很光滑，在上面行走一定要当心，这是我付出了血的代价后的教训。桥边很多废弃的建筑，可能是以前开发西商岛的旅游业建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停工了。Yeah. Good. 爱之桥是拉玛五世下令修建，从岸边延伸到海洋中的长桥。因为西商岛的居民在潮水的涨退时经常被贝壳划伤，拉玛五世便修建了这座爱之桥。爱之桥属于帕朱达湖宫景区的一部分。帕朱达湖宫曾是泰国王避暑的行宫，算是岛上最大的景区了。绿色木屋曾经是拉玛五世接待外宾的行馆，现在是一家咖啡店。
点杯咖啡，拍拍照，可以在这里打发一下午的时间。除了海边的一些皇家建筑外，山顶上还有一座寺庙。这次时间有限，就没有上去。Lim Chakra Prong 是一片伸向海中的悬崖，海水拍打岩石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穴。沿着小路可以下到海边的洞穴。道路崎岖，腿脚不便的话，不建议下来。许多人在此拍照，人多的时候，等待的时间估计要很久。实际上，这里的景色并没有那么惊艳。不是为了拍照的话，可以取消这个行程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前面的帕朱达湖宫。离悬崖不远的就是西商岛上最大的沙滩——落雪海滩。海水清澈，但沙质一般。有躺椅可以租借，也可以参加香蕉船、皮划艇、浮潜等海上运动。海滩边有餐厅，落日的时候看着夕阳，品尝海鲜大餐，给西商岛的一日游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